各位好久不见，5月份的新手有点多，所以说工期也拖得有点长，这一期的时长也变得有点离谱，大家就酌情下饭吧。那第一个，瞅了大家半年的马基拉终于可以来评了。我上次说那个哥斯拉联动的机械暴龙兽的时候，还在说马基拉这个不是图鉴图，所以说现在拿来跟机械暴龙兽这个比可能有点不公平。好了，现在图鉴图出来了，你一看那还是觉得要论怪兽感的话，那确实还是机械暴龙兽更胜一筹啊。其实平心而论吧，马基拉这种纯拼接兽不是不能做，一种方案就是像那个哥斯拉联动的战斗暴龙兽一样，你让它那个交错的部分更多一点，比如说让这个动物的一半再有一些机械的要素，然后让机械的那一半再有一点动物的要素，你就参照那个哥斯拉联动的战斗暴龙兽。但是呢，可能有一种反对的意见是，马基拉它这个设定说的是它这个合成是不稳定的嘛，交错的过多的话，是不是就给人感觉它这个合成已经没那么不稳定了，还是要这种硬拼接的感觉更符合它这个不稳定合成的设定。那其实也有另一种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参照一下著名的合成怪兽奇美拉。奇美拉它这个明显也是一个硬拼接怪兽可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奇美拉这个图要认真一点呢？当然有一点是这个马基拉学不了的，就是奇美拉它拼的素材足够多，但奇美拉这儿还是有一些经验马基拉可以学，就是它这个处理接缝的方式。比如说它这儿加鲁鲁兽的腿跟暴龙兽的身体这儿拼的时候，因为加鲁鲁兽身上有毛嘛，它就把接缝这里画成这种毛边，让毛有一点覆盖那个暴龙兽的身体。然后另一边这个锹形虫兽的爪子跟暴龙兽的身体拼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它这个甲壳覆盖肌肉的部分就有一些这种肌肉被挤压的痕迹，这里完全可以硬拼接但你参照奇美拉兽那个画法，你放到马基拉兽这儿，你至少是不是应该它这个毛茸茸身体和那个机械身体接缝这个地方，让这个毛往机械那边覆盖一点呢？至少做成像加鲁鲁兽那个毛那个样子呢？或者说你就参照那个锹形虫的甲壳覆盖暴龙兽的身体那样，让那个毛茸茸的这边有一点被那个机械压到的痕迹，这样也可以不过呢，反对意见可能还是会说，你这样的话感觉他们这个合成还是太紧密了呀。那我们就反过来说，你如果想要表现这种不稳定的合成，有没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也是有的。你如果真的想要表现这个怪兽的合成非常不稳定，那我觉得像它这个脖子上的项圈以及身上的这2条红杠杠就完全可以去掉。比如说你直接把这2条红杠杠做成是空心的，露出一点那种数据化的边缘或者说网格的痕迹，或者就画成这个项圈的皮带是解开的，然后里边也冒出一点数据化的痕迹。甚至还想做得更过火一点的话，我觉得甚至可以让它这个左右身体两半稍微微妙的错开一点点。总之我觉得只要肯想的话，这个一定是有解决方案的，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显得那么敷衍的。他这个属于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想过我们要好好设计一个拼接怪兽，然后就这样随便的左右缝合了。所以我觉得这甚至不能算是没画好的问题，这纯粹是在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走心。不过我觉得也可以读来一下，你看它这个进化线这儿不是会有机械型的乘数器到究极体吗？然后到时候还会有动物型的乘数器到究极体，然后那个7级怪那大概率又是跟这个马基拉一样是一个拼接的。那我估计为什么他马基拉画的这么敷衍，因为他这种稍微认真一点的画法尤其是像这个哥斯拉联动战斗暴龙兽和那个奇美拉的这种画法，我估计他们要把这种画法留给那个7级怪。马基拉这要是画得太好的话，那究极体那儿就完全没有发挥空间了。所以我估计这些进阶一点的画法他们就留给7级怪了，所以说马基拉就敷衍一点，不然就显不出来7级怪到底进化到哪儿了。好，然后来说文字这边，文字这边其实他又写的有点测字文学，他这个同样的意思完全可以写得更简洁。比如说马基拉兽是一种非常稀有的野兽与机械身体一分为二的合成型数码兽，然而两半身体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所以战斗力也偏低，较少向对峙的底基蒙表现出敌意。也可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它的能量利用效率低下，导致它一直食欲旺盛，唯一擅长的就是结合野兽的嗅觉和机械的视觉来寻找食物诸如此类的。
他这个厕纸文学常常看的我都在想，到底是我们和死意区人的脑回路不一样，还是说他确实就前后没有逻辑。比如说我刚刚在那儿总结的时候没有说感情匮乏这一条，因为我实在不理解这个处于不安定的状态和感情比较匮乏之间，这真的有因果联系吗？他如果是两半合成还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的话，那不应该就跟躁郁患者一样吗？一会儿狂躁一会儿抑郁吗？他怎么会是感情匮乏呢？他要是一个纯机械型说他感情匮乏，我都还能理解因果关系。当然你也可以解释成说，因为它是一种不安定的状态，等于说它是一种未完成的底基梦，所以它还没有具备感情这种机能。你也可以这样把它解释通，但是这是需要中间加一句来解释的呀，这不是一个自然的不需要解释的因果关系啊。所以我就真的怀疑，难道是死意区人跟我们脑回路不一样吗？后边还有一句我刚才没总结到，是说能够吸收周围数据改变自身生态，然后下一句就是所以什么都吃。我说实话，这个能够吸收数据改变自身生态确实是它的一个特性吧，但是这跟什么都吃之间有因果关系吗？它这个能吸收数据改变自身生态和它什么都吃，这应该是两个并列的特性吧，它们之间应该没有因果吧。反正和尚这个厕纸文学经常看得我怀疑自己的智商。但你抛开这个厕纸文学不谈吧，其实它这个设定本身还是写出了一点意思的。就比如说它作为一个底基梦，但战斗力很菜，以及因为说它不安定，所以能量利用效率低下，于是一直都在吃。其实这些设定我觉得还是写的挺有意思的。唯独他那个能够吸收数据改变自身生态这个呢，因为他没有具体展开，让我有点怀疑和尚是不是又在乱装逼了。说真的，他这个吸收数据改变自身生态，我在想他本质上的意思怕不是就是根据他吃的东西不同，他就会进化成机械型或者动物型吧。我在想可能搞不好就是这个意思吧。总的来说呢，我觉得马基娜这个东西属于是近期比较少见的文字的设定甚至比图的设定要更好一点的设。仅论这个图的话，我就像之前说的，可能只会给他打3分了，但因为他这个文字设定甚至写出了一点让我惊喜的地方，就稍微给他加1分吧，4分吧。下一个搬运兽，每当我看到这种有点愚蠢的兽的名字的时候，我就会去检查一下繁中的翻译，然后一看真的有点羡慕人家繁中的翻译呢，就既有意义又有音译。简中这个搬运兽我是真的不知道是出于哪方面的考量才会翻译成这样的，还是不说简中的事儿了。就搬运兽这个图，我看到的第一眼就在想，有一部分粉丝怕又要狂喜了，这怎么看都像是世界2的那个 Digibito 给转正做成数码兽了吧。这身体基本上是一样的，主要是这个蓝色杠杠加眼睛实在太有标志性了，再加上文字那边都在写说什么他是搬运工，会经常驮着东西或者底基梦到处跑，那我感觉这个基本上实锤了，大概率就是把Digibito给转正了吧。但是转正的时候呢，他们又在想Digibito 原来这个大轮子可能已经不是真正的适合全地形了，这年头适合全地形的还是要机器狗那种腿啊，然后就把机器狗的腿给替换上来了。至于它这个头的部分，我就实在不知道它是在捏它什么东西了。我先声明一下，我没有玩过世界2，所以我对Digibito既不熟也没有情怀，我就是纯粹现查了一下资料，然后觉得也许它这个头还是在捏它Digibito吧。因为看图的话，这个Digibito上边是可以装炮的，那它这个像炸弹一样的头可能是在捏它以前Digibito可以装的那些武器吧。但这又要说到文字这边了，文字这边说什么它除了这个腿之外，其实里边还有一条机械臂，这个机械臂还可以从身体里抓导弹扔出去。但我就想说，你这个机械臂完全没有画在图上啊，你现在文字里边说它有，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有，再加上它这个头也是一个导弹的形状，所以他说那个用机械臂把后背里的导弹扔出去的必杀技就让我觉得更膈应了。我觉得你的头都已经长成这样了，你还不如直接就说他就把这个头当导弹发射出去，然后还能再安一个到头上来。但实际上你如果倒回去看早年的机器狗的视频，你就会发现机器狗最早设计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有一个像头一样的机械臂的，这个机械臂看着像一个鸟头一样，它甚至还有鸟头稳定性，但功能上它其实是一个夹子，是用来抓东西的。然后你再一看这个搬运兽，它这个头
它像不像其实就是一个夹子夹了一个导弹。所以我都在想，搞不好画师最早设计搬运社的时候，他想的这个头就是跟最早的机械狗一样，它就是那个机械臂。初期设定里搞不好他真的就是把这个头的导弹扔出去，然后可能再从后备箱里边再取一个出来，然后呢搞不好就会被他们团队里哪个人说，哎呀这样还是太邪点啦，我们还是搞一点正常的东西吧，就把这个原色给砍掉了。如果事情真的像我想的那样的话，那我就会说，这个说要把原色砍掉的人就他妈是个傻逼。就为什么机械狗虽然长得非常反直觉，但最后大家的审美能被它驯化掉，大家会觉得它甚至有一点诡异的蠢萌，因为它的设计理念是纯粹的功能至上的。它这个反直觉的反关节，它纯粹是为了平衡考虑才变成这样诡异的。然后它这个又像头又像手一样的机械臂，真的就是为了实现那个抓取的功能才安上去的，它没有多余的东西。所以虽然它长得很怪异，但当它可以完美的实现大家想要的那些功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诶，这样的设计说不定是有道理的，你的审美就开始被驯化了。但是现在这个搬运社的最终结果就是，你说它是功能至上的吧，那它现在这个所谓的藏在背里的机械手，还有这个头的下巴这一块，这些东西它就是冗余的，你根本看不出来它在功能上有什么用。那你如果不功能至上的话，你就只能符合大家的常规审美，但他又把机械狗那个功能主义之上的这个反关节腿给装上去了。他只要装了机械狗这个反关节腿，他就已经不符合自然审美了。所以这个搬运社的最终结果就是，它既不功能主义之上，又不符合自然审美。除此之外呢，就是给他写了一个个性，但这个个性呢，让我有一种冰箱兽的即视感。再加上他写个性这段话又写的有点册子文学，那我的好感度就更低了。总的来说呢，你从这个搬运社的文字设定能看得出来，他们的想法之一就是要把这个迪基比特给转正。但当他想把这个机器狗的腿儿给安上来的时候啊，问题就出来了。一方面他们还是舍不得把这个迪基比特这个圆乎乎的身体给改掉，就生怕那些粉丝看不出来他们把迪基比特给转正了，导致这个东西它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没有办法完全具备像机器狗那样的现代工业美学。包括后边这些什么头到底是不是机械臂的问题，我说实话可能都只是他们不想改掉迪基比特这个身体的问题的衍生。但是你让他们把这个东西改得更深入一点吧，他们又舍不得把这个机器狗的腿儿给改掉。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整体，它就是前面说的既不符合功能主义又不符合自然美学。倒是大家现在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身体是迪基比特的，这个腿儿是机器狗的。当大家对一个东西的组成部分比对这个东西整体更加熟悉的时候，这叫什么呢？这就叫缝合感啊。所以综上所述，这个东西3分吧。下一个仿生鸟兽，这个第一眼给我感觉也不太好，我一看就在想，这不是那个金属龙兽的缩小版吗？但是再对着它这个设定文来看它这个图呢，多看2眼我算是看明白了。它其实就是想说，其实这3个都是它的头，这个兽要是一动起来，这3个脖子都会在那儿扭来扭去的看起来非常诡异。它其实是想表现这种感觉。我在想，这个兽要是进了动画或者游戏，只要让它动起来，可能它就出彩了。但现在仅看这个图呢，我只能说画图的时候他们还是太想体现它是一个鸟的感觉了，所以你一眼过去实在很难觉得它是有诡异的3个头。我觉得如果他想再增强一点这3个其实是一样的头的感觉的话，就应该把这3个头画成完全一样的都有这根天线或者都没有，可能能让它这个概念显得更突出一点。然后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小细节是，马基拉兽那会儿他不是说那个机械眼睛很擅长发现东西，他现在把这个眼睛做在了这个类似于胸口的地方。插一嘴，其实之前成熟期的时候他也把这个眼睛做到了身体上但是因为成熟期这个太像迪基比特给转正了，大家看到这个眼睛的时候第一个联想到的不会是马基拉兽，而是迪基比特。但到这儿回过头来看，我就突然有了一种大胆的想法，就是你看这个雷达一样的眼睛，它在成长期的时候是独眼，它在完全体身上也只有一只，而这个成熟期呢，它又超了一部分机器狗。但你去看机器狗呢，就发现机器狗的类似于眼睛的那个组件一般只有一组，然后安在它的机体正面。所以我高度怀疑，搞不好这个成熟期一开始他们就是想设计一个机器狗的，然后把这个雷达一样的眼睛就安在这个身体的正面。
甚至搞不好这个成熟期的原始设定就跟这个完全体很接近，是一个类似于军用机器狗的东西，那个眼睛还是用来探测敌人的，然后探测到了就扔导弹出去。但是呢，不知道哪一个高层中途发神经，突然说，我们还是把这个身体改成底基比特吧，然后强行就给改了，导致你现在看到这个眼睛，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它的成长期或完全体，而是底基比特。但到了完全体这呢，你就能感觉到了，它还是在用这个眼睛的概念。那我只看图的时候就在想了，你既然成长期的时候那个眼睛擅长发现东西，那这个同样的功能应该继承给这个完全体吧。结果它设定文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身上的这个眼睛反而是说它这个刺根的这两个大水晶球其实是两个大眼睛探测能力很好。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略有一点可惜，感觉成长期的能力没有完全的继承到这个完全体身上。我在想它设定文如果把这个刺根的这两个大晶球改成别的功能，然后说其实身体上这个才是探测能力最好的那个眼睛或许会给我的感觉更好。除此之外呢，它就是借了那个仿生鸟的设定，说它可以录音播放来迷惑敌人，但它这个身体设计呢有一点不太看得出来到底哪一块具有这个录音和播音的功能。我个人觉得呢，如果把它这种收音的功能更明显的画在这个身体上，其实说不定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它这个身体红色的部分这儿有一个小点点，这个小黑点是不是其实就是麦克风的口子？然后呢，你看它刺根这两个金球这儿，它的这个边缘是有一点扩大的形状的，我就在想这两个金球它本来是不是其实就是两个喇叭？它要本来正好就是两个喇叭的话，就完美解决了之前说那个胸口那个眼睛才是用来探测的，然后刺根就是用来实现仿生鸟的那个播音的功能的。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兽的想法还是有点意思的，但在最终呈现和细节上呢，好像略差了一点。但这个水平的东西呢，我也不保证我提的意见就是更好的。但有一点我还是能说，就是文字这边又写成册子文学了。这个兽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看在它大方向都还不错，问题呢基本都出在了一些小细节上，我觉得勉强可以给它一个7分以示鼓励。好，然后就是后边那一周出的辉夜级的那条线。第一个直轮兽，我这不久之前才说了，说大家还是很看脸的，只要脸有地味，整个兽就会有地味。结果这儿马上又来一个脸没地味的。我说实话，我就把这个东西跟别的以这个跳舞直轮为原型的这些玩意儿放在一起，你什么感觉？这很明显他们才是一家的呀，他们都是一个大家族的，他们都是跳舞直轮家族的。至于他们各自属于哪个作品，你要是没看过那个作品的话，你分得出来吗？你肯定分不出来呀。说到底就是跳舞直轮这个东西它本身具备的特征就已经非常少了，就只有一个圆柱形的身体，然后一上一下的手，然后这个脸撑死，再加上身体的下半部这儿还有一个圈，没了，就这几个特征，没有别的了。所以你要1:1的照着这个跳舞直轮来做一个角色的话，这个角色就不可能很复杂。这就是为啥别的作品在用跳舞直轮这个形象的时候，都是把它做成一个边缘的 NPC 啊，或者一个杂兵啊，总之是一些不重要的角色。当然你说这个玩意儿它放在底基梦的语境下能不能不重要呢？它要是扎堆出现在那种遗迹的地方，你要是把它脑补成一个游戏环境的话，它也可以是某种杂兵吧，你也可以这样想。但毕竟现在他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就是作为 Liberta 的主角兽之一出场的，那你一看一个主角兽都长了一副杂兵的样子，那你就真的很难不去想他们staff可能又没有灵感了，所以说赶紧找点这种简单的东西来改造一下吧。总之我是觉得他们直接做一个跳舞直轮兽就已经是很偷懒的表现了。然后就是一开始说的，即使他们做了一个跳舞直轮兽，这玩意儿也只有跳舞直轮的感觉，没有底基梦的感觉。跳舞直轮的那几个特征它就一下占了3个，那它能有底基梦的感觉吗？它当然就只有跳舞直轮的感觉啊。平心而论，他们在这个基础上还是尽量做了一点特征，比如说给它安了一个有点神圣的属性还会开结界所以根据这个呢，在它身上绑了一个柱连绳。但是除此之外，我也看不出来他加的这些特征有什么意义了。比如说这个锯齿花边想表达什么，反正我是看不出来了，可能就是单纯的加点东西让它看着别那么单调吧。然后头上这个绿色又是什么呢？你说这是一把草，然后这个跳舞直轮可能遇到危险的时候就跟种子兽一样钻到地底下，然后只露出这么一撮草来伪装，
我觉得可能它还有点意义，甚至我都可以给它编，比如说他们11区有些地方会把这个跳舞之轮跟丰收舞蹈联系起来，那我就来无端联想一下，比如说他不是有神圣之力吗？然后他头上这个绿的又有点像草嘛，然后我就这样给他瞎掰一下说，这个直轮兽它的神圣之力越强，它头上这个像草一样的毛就会长得越多，这不是你们底基蒙图鉴一度最爱写的生态的感觉吗？结果这些他都没写，他图鉴里就写了一个摸到这个头发会生气，那我觉得你还不如写一点烂熟生态呢。你知道为啥摸到这个头发就会生气啊？有原因吗？难道就因为是绿的吗？而且这个摸了头发会生气的设定很有意思吗？能让这个兽显得很有个性吗？完全看不出这个设定有什么好的。然后除了这个没意思的头上绿绿的和神圣之力之外，它就完全是直轮的特征了，因为是文物嘛，所以比较脆，没了。然后这个字儿又写的有点册子文学。总之我还是那句话，当他们决定要做一个跳舞直轮兽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已经失败了一半了。然后他们设计的时候还真就1:1的复刻了跳舞直轮的重要特征，那我就觉得基本上可以说彻底失败了。也就只有这个神圣之力算是有一点点创造性的发挥吧。综上所述，给他3分吧。下一个小戒指兽，这里就多插一句，辉夜姬这整一条线出来的时候，我看到的第一眼的感觉就是，也感谢史大夫把灵感来源都直接写到名字上了，省得我们去慢慢考据了。但是呢，也给了你一种一眼就看到头的感觉。小戒指兽是啥呢？就是木戒指玩具，没了。但是呢，它的设计还是有一点意思，就是它的这2个手臂其实还是2个单独的这个木戒指玩具，这个我觉得还是有想法的。然后可能因为它是这样分离的结构吧，所以就把它的能力设定成了念力，就这样了，就没有更多可以说的了。这就是我说的一眼就能看到头的感觉。总之呢，这个兽优点就是手臂的设计，缺点呢倒是没有特别严重的硬伤，主要就是一眼就能看到头比较无聊。当然硬要挑刺儿呢，也能挑出一些小毛病，比如说它这个衣服的下摆连接的地方感觉画得很敷衍，既不像绳结也不像脚链，感觉就是硬放了几个东西上去。我心想画得这么敷衍，还不如把它全部做成浮空的，反正它有念力嘛，所有部件都浮空也没什么问题。再就是一直以来的老毛病，就是字儿这边写的有点啰里吧嗦的，所以这个东西综上所述就给个6分吧。下一个机巧人偶兽，这个就更一眼望到头了，基本上除了这几把刀，然后它这个下半身是念力浮空装置，除了这2点之外，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把机关人偶画成了一个妹子兽。至于他加的这几把刀以及什么追杀目标的时候很恐怖，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经典的意象吧，虽然不一定是在日式恐怖片里面，但比如说什么遗迹啊古墓啊里边什么有机关的雕像啊或者铠甲呀，机关一开然后就孜孜不倦地追着人砍，这个意象特别经典吧。而且他画的时候也是那种你也甭管它的内部是什么机械构造了，反正我们就伸几把刀出来吧，就很偷懒的一个做法。还有他这个裂开嘴露出尖牙，这个其实他是参考了他们人偶系里边一个经典的人偶设计，这个要是真能画出来的话倒是蛮有意思的，但是我想真画出来的话恐怕大家也就幻灭了。优点我是一个都找不到，但是你要让我挑刺儿吧，那我就又能挑出来刺儿了。就他这个文字这儿写的什么追杀目标的时候会展开腿部的车轮，我问你车轮在哪儿？你不要跟我说他下半身这个浮游装置算车轮吧。看到你们这种文不对题的样子，我就只好又把上次那个图搬出来了。文字团队和作画团队各干各的，怕不是就要实锤了。就这样吧，这玩意儿真的没什么好说的，还不如之前那个小戒指兽。不过说到这儿我可以多插一嘴，其实我看到小戒指兽和这个机巧人偶兽，我感觉他俩的进化阶段其实可以换一下。我感觉小戒指兽作为一个成熟期来说，它是有点超模的。你想它有2个浮游手臂啊，那极端衍生一下就可以认为它其实是有2个浮游炮的。那相比之下，机巧人偶就只是有几把刀会随便挥挥而已。那我觉得比起来，好像感觉小戒指兽更像一个完全体的样子呢。当然，这就是我随口说笑的内容了。就这样吧，机巧人偶兽给它5分吧。最后一个辉夜兽，这个倒是可以多骂几句。我们先来说文字这边吧，因为文字这边你把它这个册子文学注的水一去，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内容，基本上就是又是某个地方的守护者，
会念力，会浮空，会传送，基本上就这样了。他这个念力和传送的能力呢，很明显是出自那个《竹取物语》里边有一句说，有人想强行带走辉夜姬的时候呢，他突然就从一个具体的形态变成了一个光或者影子。那这个利用现代视角来看，确实很容易把它理解成瞬移或者传送之类的能力。所以它这个文字部分可以说就是把原作拿来给底基蒙包装化了一下。然后图这边倒是值得我们来说道。首先你看这个辉夜兽的主体，你的第一感觉可能这就是一个人形火箭啊，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个火箭。虽然它设定里说的是念力，但是这个图上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火箭的喷射口。那辉夜姬和火箭搭在一起很奇怪吗？其实也不奇怪，因为你用现代视角来看《竹取物语》的话，就觉得辉夜姬他们不光是月球人，可能还掌握了地球人没有的黑科技，那确实很容易往科幻的方向去想。我其实还是承认辉夜兽这个人形的主体部分，它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它的主体其实就是在仿太空服。如果这个辉夜兽它大体上只有这个人形的主体，那我就会认为辉夜兽还是采用了另一种途径来践行这个辉夜姬宇宙人说。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说不定对它还有一些欣赏。但我就想说，你如果是宇航服的话，那背后这个竹筒是什么？宇航服背后是可以背一个背包，但为什么你一定要这样突兀的背一个竹筒呢？再加上文字这边写了一个什么像竹筒一样的装置可以发出电波，使自身拥有高机动性和飞行能力。感情您这下半身这个就是个摆设吗？虽然长得跟成熟期完全体的这么像，但它其实没有任何念力的作用，纯靠背后这个竹筒发念力来推进吗？那如果一个跟辉夜姬相关的东西，它又是竹筒，又还有推进功能，我就不得已把另一个著名的场外因素摆出来了。而且你如果把前面的小芥子兽和机巧人偶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搞不好这个著名的场外因素竹子喷射的功能给了辉夜兽，然后这个两边分离的结构还有刘海给了小芥子兽，然后这个像豆豆眼一样的东西给了机巧人偶兽。你这放在一起实在过于巧合了，很难不让人这样想。好了，它这个主体背一个竹筒就已经很突兀了，然后多出来的这些东西我真的就一点点都不能理解，这多出来的都是些什么？他们是想表达什么？他们互相之间又是怎样的连接关系？没有一样看得明白。我倒是看到过有实益趣人说，辉夜兽身上的这些东西是在列他竹取物语里边的那5个宝物。但是说实话吧，这5个东西您硬要来对，我说真的有点牵强吧。这里边也就只有那个龙的宝珠、蓬莱玉枝，算是你一眼能看得出来的。火鼠球这个，你硬要说辉夜兽它这个太空服上有防火涂料等于一个火鼠球，我只能说虽然看不出来，但勉强也说得过去吧。但佛的石碗和燕子产的保罗，我是真的觉得这就在牵强附会了。这个像太阳能板一样的东西，你说它是燕子的羽毛我还信，至于佛的石碗，我真的觉得有谁信吗？退一万步讲吧，哪怕画师画的时候真的就是照着这5个东西在画，问题是他画完之后，你文字设定里边一句都没提到啊。之前那个哪吒深红形态，他抄归抄，他好歹图上拿了那么多把武器，他设定里就写了每一个都是干嘛的，你这辉夜兽也没有说明啊。你既没有说明，然后在形象上也只有2个人勉强看得出来是什么东西，那你怎么能指望观众看得出来你其实给他挂了一堆神器呢？而且他挂的这一堆神器既不知道有什么用就算了，就算他只是放在图上，也没有让这个兽变得更好看。尤其是这个说是蓬莱玉枝的东西，你这个角色的下半部分已经有头发有衣服有这么多东西在那飘着了，你再加几根这个玩意儿飘在那儿，视觉上只会觉得是一堆飘着的条条在打架。然后这个虽然看不出来像保罗，但是比较像羽毛的又像太阳能板的东西呢，我倒是觉得它还有一定意义，因为太阳能板嘛，毕竟是和太空这个概念挂钩的。但我就还是想问，我们先把刚才那个玉字给刨除不看了，然后把这个主体刨除不看了，那它背后挂在的这一整块东西，你到底想表达什么？你一个设计不是硬往上加东西就完了呀，你至少要让他们所有部件放在一起能组成一个有意义的构造吧。但这一坨是什么呢？我真的很想努力帮他牵强附会一下，说这是不是一个人造卫星的结构，但说实话还是差得有点远。
如果只有中间这个竹筒加上两边的太阳能板，也许勉勉强强还说得上来。但是我查了一圈，实在是没有看到哪个人造卫星像这样中间有一圈拱起来的圆环。有些人造卫星就算它有这样一个凹面，它也应该安装在那个圆柱的一头啊，也没有哪个这样穿在中间的呀。那这个穿在中间的圆环是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但当我给它查重的时候呢，我好像就恍然大悟了。你这怕不又是从别人家直接挪过来的东西吧？别人这个大圆环是一个飘起来的衣服，那你这个呢？你自己都已经穿了一个衣服了，我就请问这个圆环状的东西和他的衣服的连接关系是什么呢？这是他衣服的一个什么结构呢？我说实话，迪吉蒙官方不如现在就赶紧出一个设计师来讲迪吉蒙到底是怎么设计的栏目，或者最简单的就让大耳助手赶紧去采访一下你们迪吉蒙的设计师吧，来讲一讲你们到底是怎么一个设计思路。你只要给我讲明白了，那我可能也就认了。不然像现在这样，有些地方我就怎么都看不明白，它放在你这个兽的设计上到底有什么意义。但它正好在别的角色身上是一个有意义的设计的时候，我不就只能空口见抄了吗？好吧，废话有点多，虽然也是因为辉夜兽它堆的这种无意义细节太多了，我被迫一个一个挨着说。总结一下，辉夜兽文字这边除了抄主曲物语，然后又写了一个地区霸主之外，就基本没干活。他要是帮图这边这么多的无意义细节擦擦屁股，给他们赋予一点意义的话，或许整个兽给人的印象还会更好一点啊。但他啥都没有干。图这边就是刚才挨个说过来的，全是无意义的要素堆砌。设计不是你无限制的往上加细节就完了呀，你得是有想法有目标的往上加呀。哪怕很极端的说，一个东西它的设计目标就是展现一种无意义，那它也是要受到无意义这个想法或者目标的指导的呀。也不是像辉夜兽这样，画面上哪儿还显得比较空就往哪儿加就完了呀。你当这是画手游卡面吗？啊，画面不够满就显得这个东西强度不够吗？逼格不够高吗？其实一开始我就说了，辉夜兽它还是有一些想法是可取的，就是它这个宇航服和太空的概念。那所有跟这个概念无关的东西，我觉得都可以去掉。但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可以稍微保留一下，就是这个竹筒开口的地方。它开口的截面刚好就像是一个光环一样竖在这个本体的头上，其实我感觉它是要表达仙女的光环一样的概念。那我觉得竹子的概念就可以给这个仙女的概念让步。如果辉夜兽长这个样子的话，那怎么也是5分起了。然后文字那边再好好配合描述一下，比如说这个光环加宝珠是一个念力的扩大装置，然后这个像太阳能板一样的东西，你可以说它是用来吸收念力的，也可以说它是用来感应它的部下的。你只要文字这边好好描述一下，说不定整个这个兽就会被我打到6分去了。但实际的情况就是文字这边就没干活，图这边呢，与它的指导思想无关的内容加的太多，而且放在一起也看不出来他们想表达啥。如果零部件放在一起都无法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话，那这也可以叫做一种缝合。所以现在这个辉夜兽，我最多就只能给他打4分了。好了，结束了。接下来的新兽时空异客的，我估计他要等到游戏发售之后才会进图鉴了。除此之外，我个人感觉 DBB 的主角兽可能快要公开了，那就等出了再说吧。